我是刘一娣，今天我要准备那个是香浓咖啡排骨，还有一个是那个红糟鸡。我是李婷，我今天要做的是日式乌冬面，还有用西瓜做成的饭。刘玉娣和李婷年纪相差60岁，但都喜欢烹饪素食，而且各有秘诀。糯米你先蒸熟，冷了你就要放那个红曲呀，放红曲跟酒饼去跟它发酵。这个我其实是拿来当做生鱼这样，很多人喜欢吃生鱼，我用西瓜来做成，因为西瓜带一点甜。对，所以它等一下煮出来，它的口感其实蛮特别的，它不会有那个西瓜的口感了。因为你煮了，它都已经蒸发了。啊，对。我是刘一娣老师，我今年84岁。我爷爷是一个清朝的御医，他是专门是跟皇帝治病的。爷爷他们吃素，我从小是跟奶奶他们在一起，所以他们煮的素食我就在吃素。刘玉娣战前在马来亚出生，日军来袭时跟父母走散，先后被印度人和马来人收养。打仗的时候，我爸爸给日本人抓去了。那我妈妈带我们几姐妹就走了，就很多炮啊，跟不上我妈妈就走散掉了。那印度人跑过，这是你的妈妈嘞？我说我妈妈不知道在哪里，我一直哭了。他说他带我回去，我不要，你不要，等下老虎吃掉你。死了，全部都没有人了，我不是跟他回去咯。印度话跟马来话是麻跟拔啦。爸妈啥不能拿，盐都不能拿。爸吃饭了，你要去哪里？好像马人makan nasi ma mau mana pergi ya kah？好像小姐她当个姨，盐都不能拿，是小姐你要去哪里？18岁时，刘玉娣来到新加坡，独自开始人生的闯荡。1968年，新加坡还没有素食，我第一个教素食，第一个做素食的。24岁的李婷在网上卖素食甜点，常拍摄作品上传到社交媒体，吸引顾客。她的甜点不用鸡蛋和牛奶，属于全素。我还没有吃素的时候，我就对素食的烹饪有兴趣。煮素食的方式很特别，就是我会觉得为什么能够没有肉、没有鸡蛋、牛奶，也能够煮出一个很像普通肉类的食物。偶然就发现了动物杀生的一些视频，我看了就觉得很心酸，所以就从那天起到现在，大概有5到6年，我都一直吃素。动物杀生视频让李婷决定吃素，并且创意发挥料理，例如用豆腐取代乳酪。李婷努力钻研素食料理。刘玉娣在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也为推广素食而奋斗，不辜负岁月，不负芳华。小儿子沈志强从事法律工作，从小就跟着他四处奔波，还帮他一字字抄写食谱。我小时候吧，我妈妈她就说你可以去吃肉啊，可是你回来的时候你要跟我讲你吃的东西是什么，味道是什么。然后你看那个鸡饭啊，那个尤其是那个卤蛋啊，那个卤蛋不错的。
你还记得以前小时候吗？我不是说要吃肉吗？说如果我要吃肉的话，要怎样把那个肉改成斋，懂啊？很像猪皮呀、你去看人家的菜，好像杂菜饭很多，对不对？你看到这个虾改成素食的虾咯，豆腐煮什么，你用什么来搭配它？我50年了，都是我用脑自己去想。后来我就去香港，到台湾看人家的素食，学东西我就带这个小孩子去咯，因为他们是没有那个讲义的，是在黑板写的。我孩子是坐在那边，就一直跟我抄，就跟我写，就是他啦。他要把这个素食推到另外一个高峰，而且给更多人认识素食。尤其是在70多、80年代的时候，没有人会相信说素食会像今天这样发达，所以他是一个鼻祖。记忆中，11点多吧，我们2个人还在路上，我妈妈就跟我讲，现在每个人都在睡觉了。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忙碌呢？其实没有答案，当时没有答案。你看，现在已经改成很多不一样了。以前我们在很像70年代的时候呢，第一摊哦，这个摊位是我第一个开的素食摊位，就是我租楼上来这边开，下来比较方便，所以我找在楼下一个空位，我就租下来咯。所以在这边洗面巾啊、做材料啊，都是你们来帮忙嘛，帮忙做。所以以前没有材料买。对呀、我还记得你炒米粉啊，一大锅的米粉呢，对咯，然后就卖给那些去上班族的人去，对然后那个联络所会带那个人来这边吃，是不是？对对对。然后就把这边全部那些桌子啊都排满了。刘玉娣在红帽桥咖啡店打响素食档的名号。他的素食外观和味道做得跟荤食一样，用蒟蒻当鱿鱼，把面筋变成鸡和鱼。他特地去香港学烧腊，取得文凭。凭着烹饪比赛第2名的成绩，他到联络所教素食课，还在5级芝麻开了一间素食学院，并且受邀到世界各地做教学。满怀热忱的他，也跟陶大食品合作，制作本地首款素食类罐头。做这个素食一生就是牺牲我的家庭，孩子们没有照顾好。当时小的时候，我们就觉得非常痛苦，因为我们没有得到母亲的爱。尤其是我妈妈教课的时候吧，没有办法准备好那个晚餐，我们得在课堂的后面等着妈妈教完课的时候，那么剩下的剩菜剩饭啊，留给我们在后面那边吃。其实就觉得，为什么别的孩子都可以很像说去吃晚餐，那么反而我们就是要等着妈妈上完课的时候呢，才可以吃到她的食物。而且很多时候呢，这种美食我们都没有办法尝试到，就是他是给他的学生多过给我们的孩子。我一天要做3份工，凌晨2点就在江夜坡卖素食，差不多6、7点我就要去罐头加工厂。那回来中午拿东西准备了就上课，到今晚上10点多。那凌晨2点我们又起身，又要去，这样辛苦。我好才感恩我的家婆跟我看，所以我才能够到处走，到处去学东西，到处去做这个素食。那个花可以吃的吗？哦，那个花可以吃的。我看你好像不敢吃那个。修读飞行管理科系的李婷，在家排行最小，父母经营海鲜食品贸易，一家4口的关系融洽，
直到后来他决定吃素，惹得母亲生气，连朋友也疏远他。他是觉得吃素没有营养，而且觉得很麻烦。出去吃的时候，他会每次讲为什么你要好像吃到这么辛苦，好像不能够跟家人一起吃这样子。我是有失去几个朋友，他们也会觉得哦，反正我不能够吃他们吃的东西，所以他们也渐渐的也不会好像邀请我去一起去吃。哦，因为当时他身体太瘦，还不到40公斤了，所以我很担心他吃素不够营养会影响他的健康。但是他一直跟我解释，吃素是很健康的，也有足够的营养。我就每次要煮给他的时候，他都会有一点抗拒。大概我知道他喜欢的口味是什么，因为他喜欢香啊，带一点甜、带一点酸的东西，开胃的东西。所以我就煮了这一个，因为辣椒螃蟹本身就带甜，所以他吃了他就觉得哦很好吃，跟普通的辣椒螃蟹一样，他就从来就每次会讲哦，今天要煮什么？要煮辣椒螃蟹的酱给我吃是吗？这样子，就是好吃，因为真的好吃。它的辣椒螃蟹酱除了没有螃蟹以外完全是跟外面的辣椒螃蟹酱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沾面包很好吃。我从来没有煮过给他吃。因为我要煮，他讲不用，连他经常都是会煮给我们吃。我讲，你这样子好像你是妈妈嘞，我是女儿嘞，你好像我们的角色换掉了，兑换了。后来我也交了多几个朋友，都是愿意跟我一起出去吃素的，所以其实我觉得我没有什么损失。对我来说，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每个人有每个人自己的立场。好像如果别人没有吃素，我也是觉得无所谓，因为这是每个人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勉强也没有幸福的。经营素食甜点之后，李婷也结交了新的朋友。丽婷 ，Hello， 你来了。我本身不是吃素的，我前前后后买几次，讲真的我数不清，可是可以说就比我的手指跟脚趾头多。对，COVID 的时候就没办法，就点外卖啊，要不然我就过来他的家，就是跟他拿。起初李婷刚开店的时候，煮东西手会受伤，然后留下很多疤痕，所以我会问他，怎么这么多疤痕？然后他本身他不介意啦，可是我看了都会心疼这样子，对。坚强归坚强，我都需要人来给我鼓励跟帮助我。这是李婷的第3家餐馆，也是她经历2次失败之后的重新出发。我的餐馆是卖那些西式跟日式混合的餐。当时他是理工学院毕业，人就跟我讲他要出来创业，开素食馆。然后我就觉得你这样年轻没有社会经验这些你怎样去开餐馆？我只能提供给你创业的资金。我卖素食的过程不是100%顺利的。起初会受到比较多人的批评，然后就每次会更改那个食物的味道。24岁正是享受青春的年纪，李婷却让自己的肩膀扛起沉重的责任。2年前，她在短短3个月内开了2间素食馆，不料碰上疫情，请不到合适的员工，只能结束生意。是疫情的时候把店关掉，因为本身它的合约也是到期了。那时的自信太高了，就是我认为可以能够兼顾2间餐馆，那个是我有很后悔的一件事情。
后悔就是好像野心太高，如果以后有机会，就要先专心的做一个，等到我有180%的自信去开第2个的时候，我才去发展那个餐馆。喜欢的，最喜欢试试看。李婷是一个不怕失败的人，因为做出这个纯素甜点真的很不容易。要找出代替牛奶跟鸡蛋的材料很不容易找。所以李婷就是试了很多次，也失败了很多次。她真的有一个不放弃的勇气，对对对。李婷带着她的热情跟勇气，她出来创业，所以我们都很佩服她。素食一定要有一个蛋白质的营养，才能够那个孕妇的孩子才有这个。自1970年代。在联络所开素食课，刘玉娣50年来培养了好几代的学生。我跟刘玉娣老师学素食40年了。我们比较穷的人，学费都不会超过5块钱。老师很疼我们，所以我们去上课的时候。老师怕我们还没有吃东西，所以每次我们来的时候，他都会煮粥给我们吃。有牛蒡，有那个马铃薯。我是金子，我今年75岁，我是老师的助理，帮他安排课程处理讲义。老师有一次他跌倒，他的脚已经是肿到很大了。我们同学也赞成老师这堂课不要上，但是他还是坚持。站住讲完那个课，拿椅子给他坐，他都不要坐。其实真的我很心痛。所以要吃多少炸多少，你先把它底先打好。因为他已经是很痛苦，他还是装着笑脸跟我们讲完他的一堂课。这个要吃最少可以拿1个小时到半个小时多。你没有一盘东西吃1个小时吧？我一直想到我做到我不能做，希望我不要坐轮椅。假如我要做到我老上天好像给我机会，我可以教多久我就教多久，不管你1天2堂3堂，我都还是要教。他说你老了退休了，不要再教了。我心里想，现在很多人需要这个素食的，我不教谁来教？红萝卜我们已经有红萝卜了嘛？那么有什么东西？忙了大半辈子，刘玉娣得了胃溃疡，身体越来越差。开始吃东西的，他可以。志强体会到妈妈的辛劳，决定为她出版食谱，汇集她拿手的家常菜、月子餐和亲子餐。当初妈妈有本事。他的其中一个心愿就是要出书嘛，以竖起拇指来命名。这本书是一个素食起源于母亲跟孩子。妈妈百年归老的时候呢，也是一个很像所谓的一个纪念册。那么看哪一个是很像可以适合小孩子？他也是早出晚归的人，感谢他咯。就是只有要有他，我才有这个书本，不然我不会去。写这么多东西，因为我没有进过学校嘛。我会做菜，我什么菜都会做。我会写，不过写得不好。我可以不可以这样打？书卖的钱就进去，钱他出。他可以拿什么便当？他为素食贡献了一切，你牺牲了我们，可是造就了这么多人。这种我觉得是一个所谓的大爱啊。素食一定要有一个蛋白质的营养。当然，我们是一个传统的家庭，我们不会把像说爱挂在嘴巴，像妈妈我爱你这些东西。可是我们都会很像说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我们的爱意，就很像支持着我妈妈的心愿或者是陪伴着她完成她的心愿。她还有什么想完成的东西，我们尽量的去配合。这个都是我们觉得我们表达的爱的一种方式。那个鸡肉
面筋做的。啊，这个是豆做的，大豆。那个也很好吃。好像。我也是第一次吃红烧的味道。因为有浇红酒就很多渣。你要学起来，因为你年轻人哦，你吃素哦，对，要传下去。我可以教你多一点。好。然后你就把它流传下去。对。我这么老了，我还能够留多留。你已经留给很多人了。希望你们年轻人能够接受。对，传下去。老师，您对素食做了有什么挑战吗？当然有啦，你有你的不同，我有我的不同。对呀，所以有些说啊，这个口感很硬很好，有些说烂巴巴，他不喜欢。对，说每个人做的东西，看你的做法敢不敢下功夫去研究。对。你做素食到现在有没有压力啊？有什么挑战啊？一定有的，对，因为每个人的口味都不一样。对，因为我们以前也是做的那个范围比较多工作人士，他们有些人都不习惯吃素。我会用向日葵来形容我自己。因为向日葵代表好像勇敢的追求自己的梦想，所以我也是勇敢的追求我自己的梦想，吃素，做素食餐馆。我是像一棵大树，慢慢长大后，为后人遮风挡雨，树立榜样，让后人学习和传承。